安迪，我打死你！放开我！打死你这个狐狸精！放开！放开我！你是谁？我是魏国强的老婆。哎，刚刚到底什么情况？何总就那么结结实实让人抡一个大耳光子？我听说刚才那女人是魏国强的老婆。魏国强，这魏国强可不是普通人啊！哎呀，你可算来电了。你太太来我公司打我耳光，说我是狐狸精。你处理一下。第二，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和你之间的关系。你知道这将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？第三，不要再来找我。安迪，我知道，我打你电话就是要提醒你我太太的事情。他翻我包和手机找到了你的一些资料，我又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了你。我跟他解释过，但是呢，我又没有办法把你与我的这种关系呢，真正的跟他说清楚，所以呢，他对我的解释，他并不相信。你说真的？他打着你的名号，谁敢得罪？难道你要让我等着挨他的棍子吗？你到底想害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怎么可能陷害你呢？我只是想好好的补偿你，只是最近呢，我的家里呢有些纠纷，没有想到会连累你，很抱歉。安迪，人呢过了半百以后，就会觉得其他的东西都是虚无的，唯有自己的孩子。你的事情不要成为我的烦恼，我也不希望再因为你我受到任何人的骚扰。安迪，除了你，没人会这么对我说话的。哎，老谭，听说魏国强的太太找上门来了，还打了你一巴掌。真是好事不出门啊！魏太也是气急败坏才找上你的，我帮你查了。春节刚过，魏国强就提出诉讼离婚，而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讲你们俩的关系，所以魏太才认定你是小三儿。难怪这个魏太太会疑心这么重，直接打上门来。魏国强就是个没有担当的人，当年对我妈妈那样，现在对他太太还是这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女人也是挺可怜的。他打了你，你反倒同情起他来了。将心比心啊，夫妻这么多年，男人要闹离婚，女人当然受不了。如果这个女人心理素质差的话，说不定会被魏国强逼得像我妈一样发疯。所以说，女人呀，时代发展这么多年，却依然只有忍和闹两条路可以走，好像没有男人活不下去一样，真是唏嘘。所以说啊，你是个奇女子，从生活到心理从来不依赖任何人。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一点。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下次这个魏太太再来的时候，麻烦你让保安拦住一下，我不想再被打第二次了。放心吧。安迪，这是调整过的红星收购方案，您看看有什么问题，我好通知下去让他们修改。
OK， 没事，你放着吧。安迪，上次那个女的又来了，就是自称魏国强老婆的那个，现在在公司门口坐着呢。保安呢？她没哭没闹没动武，保安也没有理由轰她，你看该怎么办？那就跟他耗着吧，别理他。好。安迪，坐。我们跟红星集团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沟通，那对方的话现在又提出了新的条件，我已经整理出来了。什么条件？念一下。第一条，共同投资人的投资额、投资方式及经营期限，鉴于甲乙双方已经成功签署承包经营上海乌鲁木齐路480号1号。行，我回头看一看吧，到时候回复你。好的，这份也留给你。那我们先走。安迪，你午饭也没吃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哎，怎么了？那人走了没有？没呢，他还挺能熬的，看样子非得等到你下班不可。好吧，我投降。总不能总让他来办公室堵我。他人呢？就在外面坐着，要不我去请他进来吧。不用，我去见你。好。哟，亲爱的，在哪儿呢？在办公室，怎么了？我遇到一件糗事儿，想着一定要告诉你，好让你幸灾乐祸一下。说说看。我有这么一个哥们儿，是我大学的室友，和他老婆一起创的业，现在也算是小有成就。可惜，所有的财产都掌握在他老婆手里头。这一大老板那可怜呀，连点私房钱都没有，面对他这老婆那是苦不堪言。所以呢？然后这孙子就用我的名义在他们公司借了50万，藏起来偷偷使用。可是今天中午我陪客户吃饭的时候，正好碰见他这老婆了。他老婆当着客户的面就管我要这50万，问我什么时候还。所以你是帮人背黑锅了？那可不是吗？那我总不能当着他老婆的面把他给拆穿了吧？我要说了实话，他们家非得地震不可。你倒是够讲义气的，但是你的客户不会对你有意见吗？我当时就跟人家解释了，别让人家以为我这资金周转不灵，连50万都拿不出来，那不瞎了吗？刚才我这哥们还给我来电话，苦苦哀求让我替他隐瞒。可是我怎么觉着这事他都不对呀？万一哪天他老婆想不开了，你说再把我告了，那我不得不偿失吗？对不对？我不明白，有钱为什么不让用呢？不是不能用，而是不能乱用。他老婆要求他每花1分钱，那都得开发票，好掌握他的动态。我就纳了闷了，你说现在这几分钱的发票上哪儿找去啊？我明白了。可是这样互相不尊重，也不信任对方，相处起来有什么意思？是啊，所以咱们俩以后可不能这样啊。问你一个问题，在国内，离婚很难吗？哎呦，这话那得看怎么说了。你要说难，它不难；你要说它容易，他也不容易。你就说像我这哥们儿这两口子，他们俩既是夫妻，又是合伙人，这家庭不容易分割，财产也不容易分割，就得看他们俩怎么想了。好在没孩子，要是有孩子，那就丧尽天良。哎，那个，你一会儿下班可千万别委屈自己啊，该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去。哦，我要见一个人，怎么舍也舍不掉的一个人。谁呀？那么死不要脸的，这纠缠你啊？谁呀？不是，
不过除了你，还真没见过这么死皮赖脸的人。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哎。小李，请那位太太过来。好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你保证不动手，我可以请你去会议室坐下慢慢说。我昨天晚上去的北京，上午办事儿，一到上海就直奔你这儿来了。我很累，没力气了。带他上来吧。我今天上午在法院做调解。你知道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的区别吗？我对婚姻法没有研究。那你可以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魏国强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跟我协议，上来直奔诉讼。今天去法院就是为了这事儿。要怎么说你才相信？你们离婚与我无关。他要把老头子的全部财产给你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呀？你们就是存了心要把我净身出户，然后拿着老头子的全部财产过你们俩的快活日子。我身家够用，我不需要做什么狐狸精。你当我白痴啊？我傻啊？你们之间要是没有什么暧昧关系，凭什么魏国强那么殷勤的让何英礼写遗书，要把遗产全部给你啊？空口无凭，我已经申请你和何云礼做 DNA 比对，鉴定遗书中所谓的你们之间的血亲关系。你明天跟我去北京，别想拿一张公证遗书就剥夺我的财产。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。既然你那么有本事，你可以去查我的收入，国内国外的请便。至于有些人打着我的旗号行离婚侵吞财产之实，我不配合。这样的表述可以吗？你少来这一套吧。何云礼是大画家，身家丰厚，这一点作为遗产当事人，你不会不知道。老头子当年孤身一个人被我们收留几十年了，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年轻美女，说是他的血亲，要拿走他的全部财产，骗鬼呢！你就是要拿走他的全部财产，和魏国强双宿双飞。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何总，外面有2个人来找您，说是法院的人。法院的人啊，我需要你跟我到北京去做鉴定，请你配合。所以你这不是请，你是想绑。你是聪明人，不用我多说，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让我理理线索。现在有2个问题，一是你们离婚，二是老先生留下遗嘱，要把财产交给我。但是我跟魏先生并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，同时我也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。如果他想把财产交给我，我表示怀疑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一般无缘无故掉的馅饼都与诈骗有关。你们离婚，你必拿不出证据说我是第三者，但却在公开场合指责我是第三者，这是诽谤，我保留权利，并且严重怀疑你此行的目的。为了我的人身安全着想，我需要我的律师在场。你好，我要报警。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，说我是第三者破坏她的婚姻，并且带来了几个号称是法院的人要绑走我。这个程序并不合法。我在盛轩办公大楼，请你们尽快出警。好，在你们来之前，我会请保安控制好这里所有人。你还真报警啊？警察来之前，控制好这里。你以为报警就能解决问题啊？不着急，谈不妥的地方慢慢商量。喂，老谭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我跟太原的陈总在谈事儿，有事儿吗？魏国强的太太又来了，他说要带我去北京做鉴定。我已经报警了。
你不用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陈总，我有点事儿，咱们改天再谈。好，那改天谈，先走一步。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。何总，口误，刚才绝对是口误。我们呢也不是法院的人，我们的过来的意思呢，就是希望你配合我们，把这个 DNA 做了，这样把事情搞清楚了。不，我们大家都好啊，全部解决这个事情，完满的解决呀，可以。您看你还报警，这么点事情报什么警啊？我们坐下来好好聊，把这个事情聊清楚了，不就解决了吗？何总，何总，表姐，我看还是走吧，我们赶紧给霍老打电话。这可是谭宗明的公司啊！谭宗明的公司怎么了？谭宗明也得买霍老的面子吧？快打！不太好了吧？安迪一直憎恨着魏国强，同情魏太太，而现在他觉得自己的同情廉价又可笑，这对夫妻根本就是同一种人。于是安迪决定取消同情，公事公办，尽快解决掉这件事情，做一个最后的了断，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回归平静。是他们吗？对，就是他们。安迪，老谭，先生团长，我是他的上司，这位呢是何女士的律师，接下来的事情由他全权担任。你没事吧？谭总，你好，你好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谭老弟，霍老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什么时候回的上海？也不知会一声。上周末刚刚回来，还没来得及约你，你也实在是太忙，带不着功夫。这不，我们在这儿见面。哟，老魏啊，你也来了？哎呀，老霍，好久没见了吧？不好意思，麻烦你跑了一趟。哎呀，看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都是自己人，怎么弄成这样了呢？谭老弟呀，依我看，咱们不要兴师动众，这点小事儿也不用占用警务的资源，我们坐下来先了解一下情况，有什么事大家协商着解决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那就听霍老的，咱们里边坐下慢慢聊。好，走吧。先生同志，这个都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。霍老您来啦。你来干什么呢？我来干什么？你把霍老都折腾来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哟，小荣啊，哎呀，什么风把你吹的？哎呀，霍老，难怪这个魏太太可以有恃无恐的闹事，原来是有人撑腰。可是魏国强也不简单啊，两夫妻不谈感情谈能力，难怪会打离婚官司。你不用担心，一切交给我来处理。谢谢你，老谭。我们俩永远用不到这个鞋子。